小三在我养生水杯里下药，总裁丈夫冷眼旁观。我笑着将杯子轻轻调换，看他一饮而尽。场面失控时，我优雅起身，将离婚协议拍在桌上。忘了说，这杯水是我送你们最后的礼物。宴会厅的水晶吊灯折射出碎钻般的光芒，香槟塔在灯光下泛着迷人的金色气泡。我站在角落，手里握着那只熟悉的保温杯。杯身是低调的墨绿色，杯盖上刻着一朵小小的栀子花，这是我用了3年的杯子，每天泡着红枣枸杞的养生水，温润养气。3年了，从嫁给顾衍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开始喝这种养生茶，不是因为身体不好，而是因为清欢，多喝热水对身体好。新婚第2天早晨，顾衍亲手将这只杯子递给我，眉眼温柔的像3月的春风。那时的我还以为这是爱情，现在想来，不过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。林小姐，请您也喝一杯吧。娇软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刻意拖长的尾音。我转过身，看见苏婉穿着一身香槟色鱼尾裙，裙摆上的亮片在灯光下闪烁，衬得她整个人像是镀了一层金光。她端着一杯香槟，眼波流转地看着我，嘴角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。那笑容很得体，可我偏偏看出了藏在眼底的挑衅。谢谢，我不喝酒。我举起手中的保温杯，我喝这个。苏婉的视线落在我的杯子上，瞳孔机不可察地收缩了一下，随即笑意更深。林小姐真是会养生呢，不像我，总是管不住嘴。她说着，撒娇般的看向站在不远处的顾衍。顾衍正在和几位商界人士交谈，西装笔挺，眉目疏朗，举手投足间都是成熟男人的魅力。感受到苏婉的目光，他微微侧头，嘴角勾起一个纵容的弧度。那个笑容刺痛了我的眼睛。3年前，他也是这样对我笑的。清欢，我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。清欢，以后顾家就是你的家。清欢，我们要个孩子吧。言犹在耳，物是人非。清欢姐。苏婉忽然改了称呼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奇异的亲昵。你这杯子里的水凉了吧？我让人给你换杯热的。不用麻烦。不麻烦的。他已经自顾自地招手叫来了服务生，去给林小姐换杯热水，要滚烫的那种。服务生应声而去。我看着苏婉，她脸上的笑容完美的无懈可击，可那双眼睛却在灯光下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。那光芒让我后背莫名一凉。我自己去吧。我说，正好我想加点枸杞。哎，苏婉伸手拦住我，清欢姐，枸杞我让人拿过来就好。你今天是主角，怎么能让你亲自动手呢？主角？我心中冷笑。今天的慈善晚宴，名义上是顾氏集团做东，实际上却是顾衍为苏婉举办的亮相宴。满场的商界名流、媒体记者，谁不知道苏婉是顾衍的新欢？而我这个原配妻子，不过是坐在角落里的摆设。不，连摆设都算不上。摆设至少还能被人看见，而我早就被所有人选择性忽视了。服务生端着热水回来，苏婉接过水壶，亲自给我的保温杯里添水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很细致，像是在完成什么神圣的仪式。热气氤氲中，我看见他的手指微微颤抖。那不是紧张，是兴奋，一种难以抑制的即将得逞的兴奋。清欢姐，请。他将杯子推到我面前，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像一朵盛放的花。我垂下眼，看着杯中的水。红枣和枸杞在热水中翻滚，散发出淡淡的甜香。水很清，看不出任何异常。可是我知道这杯水里有什么。因为我的养生茶配方是顾家的家庭医生开的。那位老医生曾悄悄告诉我，这茶里有一味药，长期服用会导致子宫受损，终生不孕。而今天苏婉往里面加的那包东西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是会让我彻底消失的药。清欢姐，苏婉催促道，怎么不喝？我抬起头，对上她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有期待，
有急切，还有一种残忍的快意。太烫了，我笑了笑，等凉一会儿。苏婉的表情僵了一瞬，随即恢复自然，也是，太烫了，对身体不好。他转身走向顾衍，自然地挽住他的手臂。顾衍低头对他说了句什么，他掩嘴轻笑，眼波横流。两人站在一起，郎才女貌，般配极了。我移开视线，握紧了手中的杯子，杯壁传来滚烫的温度，灼痛了我的掌心，却让我更加清醒。我知道他们在等什么，等我把这杯水喝下去，等药效发作，等120来的时候已经回天乏术。届时顾衍会表现出一个悲痛欲绝的丈夫形象，苏婉会适时地送上安慰。葬礼过后，他会以照顾顾总的名义搬进顾家，慢慢的从情人变成女主人。完美的剧本，唯一的漏洞是他们低估了我。我林清欢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傻子。清欢，顾衍的声音忽然响起。我抬起头，他已经走到了我面前，苏婉挽着他的手臂，两人并肩而立，像一对璧人。身体不舒服吗？他问，语气平淡的像是在问候一个陌生人，脸色不太好。可能是有点累。我说，累了就先回去休息。顾衍看了一眼我的杯子，把水喝了，我让司机送你。把水喝了。这4个字他说的轻描淡写，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我的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攥住，疼得几乎无法呼吸。3年夫妻，他竟然……不，我早该知道的。从他不碰我的那天起，从他让家庭医生给我开养生茶的那天起，从他带着苏婉出入各种场合的那天起，我就该知道的。顾衍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他娶我不过是因为我父亲手中的资源。如今资源已经到手，我父亲也已经去世，我变成了一个碍眼的摆设，而苏婉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人。清欢姐。苏婉松开顾衍的手臂，走到我面前，亲手端起那杯水来，已经不烫了。他把杯子递到我嘴边，眼神温柔的像是在照顾一个病人。可那温柔的背后是淬了毒的刀锋。我看着那只杯子，墨绿色的杯身，杯盖上的栀子花微微凸起。3年前顾衍把它送给我，说是定情信物。3年后它成了送我上路的刑具，真是讽刺。好，我接过杯子，对苏婉笑了笑，谢谢你。苏婉的眼睛亮了起来，那种光芒几乎无法掩饰。我将杯子举到唇边，余光扫过顾衍，他移开了视线，望向宴会厅的另一侧，侧脸的线条冷硬如刀刻。他在回避，他不敢看。我忽然觉得很好笑，杀人的决心都下了，却不敢看。到底是良心未泯，还是懦弱虚伪？答案并不重要，因为我手腕一翻，将杯子放在桌上，又拿起了旁边那只一模一样的杯子。差点忘了，我笑着说，苏小姐是今天的女主角，怎么能没有一杯养生茶呢？这杯是我特意为你泡的，用的是最好的枸杞，最红的枣，养颜补血，特别适合你。苏婉的脸色变了。不，我不。怎么？我歪头看她，苏小姐是嫌弃我泡的茶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……那就好。我把杯子塞进她手里，动作温柔却不容拒绝，来，趁热喝。苏婉的手在发抖，她求助般的看向顾衍，可顾衍还没反应过来，只是皱着眉看着我们。喝啊！我催促道，脸上的笑容一定灿烂极了，因为苏婉的瞳孔在剧烈收缩。她后退了一步，手一松，杯子直直坠落。我早就料到了，在她松手的前一秒，我已经闪电般伸手，稳稳地托住了杯底，将杯子重新送到她唇边。苏小姐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的声音温柔极了，来，我喂你。手腕一轻，温热的液体灌入苏婉口中，她来不及反应，本能地吞咽了一口，只是一口，但够了。她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喉咙里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叫，猛地推开我，踉跄着后退。我
我放下杯子，抽出纸巾擦了擦手。我怎么了？苏婉的嘴唇开始发紫，手指痉挛般的抓住自己的喉咙，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。药，解药！她嘶哑的喊道，眼泪汹涌而出。顾衍，解药！快给我解药！解药！他说的是解药，不是我中毒了，不是叫救护车，而是解药。这说明他很清楚自己下了什么毒。顾衍的脸色终于变了，他冲上来扶住苏婉，厉声对助理喊道，叫救护车，快！宴会厅一片混乱，宾客们纷纷涌过来，闪光灯此起彼伏，记者们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。苏婉倒在顾衍怀里，身体剧烈抽搐，嘴角开始溢出白沫。而顾衍，他抱着他，神情焦急，动作温柔，像极了3年前我胃病发作时，他送我去医院的样子。原来，他的温柔不是给我的，从来都不是。顾衍，我平静地开口。他没有回头。顾衍，我的声音提高了几分。他终于看向我，眼神里是愤怒、恐惧，还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。你别担心。我打断他，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轻轻放在桌上。我不会跑，也不会逃。但在这之前，有件东西想给你看看。什么东西？离婚协议。我微笑，财产我已经分好了，不会多要你1分钱。当然，也不会少要。顾衍的瞳孔剧烈收缩。你疯了？也许吧。我转身，在一众惊恐、好奇、幸灾乐祸的目光中，优雅地向门外走去。毕竟，被你们当傻子耍了3年，不疯才怪。身后传来苏婉痛苦的呻吟和顾衍的怒吼。我没有回头。高跟鞋敲击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一下又一下，像是某种庄严的仪式。走出酒店大门，夜风扑面而来，带着初秋的凉意。我仰起头，看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。不是悲伤，是如释重负。3年了，3年忍辱，3年蛰伏，3年如履薄冰。今天终于结束了。手机震动，我低头看了一眼，是条短信，只有6个字：东西已拿到，速回。我删掉短信，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去机场。车窗外，城市的霓虹飞速倒退。我闭上眼，脑海里浮现出3年前的那个春天。那时我24岁，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在父亲的公司里帮忙。顾衍是合作方的负责人，西装革履，温文尔雅，第一次见面就送了我一束栀子花。听说林小姐喜欢栀子花，她笑着说，我也喜欢。那时的我以为遇到了知己。3个月后，我们结婚了。婚礼盛大而隆重，满城的栀子花都在为我们祝福。我穿着定制的婚纱，被他牵着手走过红毯，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新婚之夜，他抱着我，在我耳边说，清欢，我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。我信了，我真的信了。直到婚后1个月，他让我开始喝那种养生茶。你身体太弱了，需要调理。他把那只墨绿色的保温杯递给我，这是我专门让医生配的方子，对你的身体好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每天按时喝，从不间断。直到半年前，那天我因为感冒去医院，医生给我做了全身检查。他看着检查报告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林女士，您的子宫壁异常增厚，卵巢功能严重衰退，恕我直言，这不像是自然病变，更像是长期服用了某种药物。我以为医生在开玩笑。我从不乱吃药，每天只是喝一杯养生茶。养生茶？那一瞬间，我如坠冰窟。我拿着养生茶的配方去找别的医生鉴定，结果让我浑身冰凉。配方里有一味叫含水石的药材，性极寒，长期服用会损伤子宫，导致终生不孕。用量很微妙，不会一下子显现效果，但日积月累，3年之内必然绝育。3年，正是顾衍说我们要个孩子吧的时间。
他让我调理身体，让我喝养生茶，让我养好身体再怀孕。可这茶才是让我不能怀孕的元凶。他根本就不想让我生下他的孩子。从一开始，他就没打算让我做顾家真正的女主人。我哭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，我擦干眼泪，开始调查。调查顾衍，调查苏婉，调查这3年里发生的一切。真相远比我想象的更加残酷。苏婉不是半年前才出现的，她和顾衍从大学时就在一起，是彼此的初恋。顾家看不上苏婉的家世，逼着顾衍分手，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。而那时，我父亲正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。于是一场联姻将2个不情愿的人绑在了一起。不对，不情愿的只有我。顾衍很情愿，他情愿利用我的家世，牺牲我的健康，在有朝一日夺走我父亲的公司后，再将我一脚踢开，迎娶他的白月光。而苏婉也情愿，她情愿做了3年的地下情人，等待时机成熟，取而代之。这半年来，我一点点查清了所有的事情，也一点点做好了所有的准备。我收集了证据，转移了资产，联系了律师，只等一个契机。而今天，契机来了。苏婉在我的杯子里下毒。顾衍冷眼旁观。他们都以为我会乖乖喝下那杯水，然后安静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可惜，他们算错了一件事。我不是待宰的羔羊，我是蛰伏的猎手。女士，机场到了。司机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我付了车费，拖着行李箱走进航站楼。手机再次震动。机票已订好，登机口 B23。我删掉短信，走向安检口。身后是这座城市的灯火，身前是未知的远方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我知道，从今晚开始，我不再是林清欢，那个温柔贤惠、逆来顺受的顾太太。我是林清欢，我自己。飞机降落在海城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，咸湿的海风扑面而来，带着一股腥甜的气息。海城是座南方小城，以渔业和旅游业为主，生活节奏慢得像是被时光遗忘的角落。我选这里，就是因为它的慢。在这里，没有人认识顾衍，没有人知道顾氏集团，更没有人会把我当成顾太太。我只是林清欢，一个刚离婚的普通女人。林小姐，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在出口处挥手，这边。他叫陈博，是我提前联系好的房东。我在海城租了一套海边的小公寓，租期1年，用的是假身份。是的，假身份。半年前，当我开始调查顾衍的时候，就托人办了一套假证件。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学历证明，一应俱全。证件上的名字是林清，照片是我，但比现在胖一点，头发短一点。未雨绸缪。这个词是我父亲教我的。清欢，做生意就像下棋，走一步要看3步，永远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父亲说这话的时候，正教我下围棋。那时的我还小，不懂其中的深意。现在我懂了。可惜，父亲已经不在了。林小姐，陈博的声音打断我的思绪，上车吧，我带你去看看房子。我跟着他上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，车子突突突地驶过海城的街道。清晨的海城安静极了，街道两旁是低矮的楼房，墙面斑驳，带着被海风侵蚀的痕迹。偶尔有早起的小贩推着车经过，车上的海鲜还带着海水的腥咸。车子在一栋3层小楼前停下。就是这里。陈博帮我拿下行李，3楼，一室一厅，带阳台，能看到海。我抬头打量这栋楼，白色的外墙已经泛黄，窗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物。1楼是家杂货铺，老板正在开门，看见我憨厚地笑了笑。很普通的房子，很普通的地方，正是我需要的。谢谢陈博。我接过钥匙，拖着行李箱上楼。楼梯很窄，木质的扶手被磨得光滑发亮。我走得很慢，感受着脚底传来的吱呀声响。3楼到了。
我打开门，一间小而整洁的公寓呈现在眼前。家具很简单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一个衣柜。窗帘是米白色的，被海风吹得轻轻飘动。我走到阳台上，看见了那片海。清晨的海是灰蓝色的，海面上弥漫着薄薄的雾，远处的渔船像是一个个墨点。海风吹来，带着咸味和水汽，吹乱了我还没来得及扎起的长发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自由的味道。手机响了，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顾衍。犹豫了2秒，我接起来。林清欢。顾衍的声音沙哑而愤怒，你在哪里？怎么？我靠在阳台栏杆上，语气平静，苏小姐的葬礼需要我参加吗？电话那头的呼吸猛地一滞。她没死。顾衍咬着牙说，喜未及时就回来了。那真是遗憾。我淡淡地说，下次下手记得干脆一点，别再给他求救的机会了。你，顾衍，我打断他，离婚协议签了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吼道，你把事情闹成这样，还想让我签字？闹！我笑了一声，顾总，您是第一天认识我吗？您觉得这只是闹？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我给你3天时间。我继续说，3天之内把签好字的协议发给我，否则什么？否则顾氏集团偷税漏税的证据，你和苏婉合谋给我下药的证据，还有你岳父，我父亲死亡的真实原因，我一字一顿都会出现在警察局长的办公桌上。电话那头传来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。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笑了，顾衍，你真以为我是个傻子？你以为我这半年只是在忍受你和苏婉的恩爱表演？林清欢，你听我说。不，你听我说。我的声音冷下来，从你给家庭医生下令在我的养生茶里加含水时的那一天起，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顾衍，我不是没有给你机会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我等你坦白，等你回头，等你说一句对不起。可你选择了什么？你选择了和苏婉一起给我下毒，你选择了亲手把那杯水送到我嘴边，你选择了杀我。海风吹来，吹得我眼睛发涩。顾衍，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我轻轻地说，3天。你只有3天。然后我挂了电话，关上手机，我顺着阳台的栏杆缓缓滑坐在地上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。我以为我不会哭的，这半年里我把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。可此刻，在这座陌生城市的海风中，我还是哭了。不是为顾衍，是为我自己，为那个曾经相信爱情，相信婚姻，相信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傻女孩。她死了，死在那个灯火辉煌的宴会厅，死在那杯被下了药的养生水里。现在活着的是林清欢，只为复仇而活的林清欢。我在阳台上坐了很久，直到太阳完全升起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。我擦干眼泪，站起身，回到房间，打开行李箱，最上面是一只墨绿色的保温杯，杯盖上那朵栀子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暗淡。我拿起杯子，轻轻抹挲着杯身。昨晚苏婉喝下的那口水其实什么也没有，我调换杯子的瞬间并没有真的下毒，我只是吓吓他。他喝下的是普通的水，但他的反应，他的呼救，他脱口而出的解药，已经证明了一切。他真的在我的杯子里下了毒，而顾衍真的知情。我把整个过程用隐藏摄像机录了下来，包括苏婉下毒的动作，包括顾衍让我把水喝了的那句话，包括苏婉中毒后的所有反应。这段视频现在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手机里，加密保存，备份在3个不同的云端。这是我最重要的筹码之一。我将杯子放回行李箱，拿出电脑，开始查看邮件。收件箱里有几封新邮件。第一封来自我的律师，协议已审核完毕，财产分割条款已按照你的要求修改。
顾总签字的最后期限是3天后，届时未收到签字文件，将自动启动诉讼程序。第2封来自我雇佣的调查员，关于您父亲林正远先生的死亡调查有了新进展。附件中是相关的病历记录和证人证词，强烈建议您亲自查看。我点开附件，一行一行的阅读，然后我的血液凝固了。调查员找到了父亲生前的私人医生，那位医生在父亲去世后就被顾衍辞退，搬去了一个偏远的小镇。调查员费了很大力气找到他，从他口中得知，父亲不是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的，父亲的心脏病一直控制得很好，按时服药，定期检查，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。去世前1周的体检报告还显示状况良好。可是就在那个晚上，父亲突然发病，等救护车赶到时已经无力回天。顾衍当时说，父亲是劳累过度，加上没有按时吃药。但那位私人医生说，父亲从不忘记吃药。林老先生对自己的身体非常重视，每天的药都分装在药盒里，1天3次，从不会漏。医生在证词里写道，他的死因我一直存疑。而更让我心惊的是，医生提到，父亲去世当天，顾衍曾经去过父亲的书房，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邻居听到了争吵声，但听不清具体内容。争吵过后，顾衍离开。当晚，父亲去世。我把这段证词读了3遍，每读一遍，心里的含义就更深一层。如果父亲的死不是意外，如果顾衍和这件事有关，我猛地合上电脑，胸口剧烈起伏。我需要冷静，我需要更多的证据。如果父亲的死真的和顾衍有关，那么这半年来我收集的那些偷税漏税、商业欺诈的证据就远远不够了。我要让他付出代价，血债血偿的代价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接起来。林小姐吗？一个低沉的男声，我叫陆晨舟，是一名记者。记者？我皱眉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？我有我的渠道。陆晨舟说，我想和您聊聊昨晚的事。顾氏集团慈善晚宴上的风波已经在网上传开了。我的心一紧。什么风波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林小姐，您不用否认。陆晨舟笑了一声，我有完整的视频。虽然顾氏的公关团队已经开始删帖，但我手上有备份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帮您。陆晨舟说，我和顾衍有些私人恩怨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不是吗？我沉默了几秒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您可以不相信我。陆晨舟说，但您应该对这份资料感兴趣。手机震动，收到了一条消息。我点开，是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顾衍和一个中年男人在某个私人会所里交谈。那个中年男人我认识，周建国，本市最大的地下钱庄老板。父亲生前曾经和我说过，做生意要远离这种人。可是顾衍显然没有听。这张照片是3个月前拍的。陆晨舟说，顾衍通过周建国洗钱，数额巨大。具体的流水记录我手上也有。你想要什么？合作。陆晨舟说，我提供证据，你提供内幕。我们联手把顾衍送进监狱。海风吹进窗户，吹得桌上的纸页哗哗作响。我看着那张照片，心里的某个念头越来越清晰。可以。我说，明天下午3点，市中心的上岛咖啡，我们见面谈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远处的海。浪花一次次地扑向沙滩，又一次次地退去，周而复始，永不停歇。就像仇恨，如果不做一个了断，就永远不会平息。顾衍，你以为故事结束了？不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上岛咖啡在市中心的一条小巷里，店面不大，但很安静。我到的时候，店里只有2-3个客人。我选了最里面的卡座，背靠着墙，面对着门。这是我的习惯，永远不要背对门口。
父亲教我的。清欢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都要选一个能看到全局的位置，这样危险来临的时候，你才能第一时间发现。那时的我总觉得父亲太过谨慎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他的谨慎是因为他见过太多不谨慎的人的结局。林小姐，一个男人走到我面前，他看起来30出头，穿着深灰色的夹克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长相普通，属于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种。但他的眼睛很特别，锐利、冷静，像鹰。陆晨舟，我伸手，请坐。他握了握我的手，在我对面坐下，将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。这是见面礼，他说。我打开纸袋，里面是厚厚一沓文件。顾衍通过周建国洗钱的流水记录，还有几笔行贿的转账记录。陆晨舟说，我查了他半年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。我一页一页的翻看，心跳越来越快。这些文件太详细了，详细到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。你怎么拿到这些的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陆晨舟点了一杯黑咖啡。林小姐，我说了，我和顾衍有私人恩怨。什么恩怨？陆晨舟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3年前，顾氏集团在城东开发了一个房地产项目。那块地原本是一个老旧小区，住着几百户人家。顾衍为了拿到地，用了些见不得光的手段，断水断电，雇佣混混骚扰，甚至放火烧了一家钉子户的房子。那场火烧死了2个人。我的手指一紧，其中一个，陆晨舟的声音变得沙哑，是我母亲。咖啡店里很安静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远处传来的车笛声。我看着陆晨舟，他的表情很平静，但握着咖啡杯的手指节发白。对不起，我说。不用对不起。陆晨舟扯了扯嘴角，该死的是顾衍，不是你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，推到我面前。这里面是所有证据的电子版，你可以拿去给警察，也可以拿去给媒体。但我要提醒你，这些证据不够。不够让顾衍判死刑。陆晨舟的眼神很冷，洗钱、行贿，最多判个10年8年。以顾家的人脉，可能3、5年就出来了。我要的是他永远翻不了身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知道你在查你父亲的死。陆晨舟盯着我，我可以帮你。我的心猛地一跳。你怎么知道？林小姐，我是记者。记者最擅长的就是挖秘密。陆晨舟说，你父亲的死有蹊跷，你也察觉到了吧？我没有说话。我查过你父亲的病历。陆晨舟继续说，他去世当天，顾衍曾经让人送了一盒保健品过来。那种保健品成分里含有一种会诱发心脏病的物质。你确定？90%。陆晨舟说，那盒保健品现在还留在你们家的老宅里，如果你能拿到它，送去检验，就能拿到铁证。我的心跳得很快。老宅？自从父亲去世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那栋房子承载了太多回忆，我不敢面对。但现在，我会回去的。我说，尽快。陆晨舟说，顾衍的人可能已经去处理了。我站起身，拿起那个牛皮纸袋和 U 盘。陆先生，谢谢你的信任，但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请说。你为什么会找我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你查了顾衍3年，应该有很多机会曝光这些事，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选择和我合作？陆晨舟端起咖啡杯，慢慢喝了一口。因为仇恨，一个人扛着太累了。他说，而且我看到你在宴会上的表现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林小姐。和聪明人合作，事半功倍。他放下杯子，认真地看着我。我们的目标一致，让顾衍失去一切。你失去的，我失去的，都要让他加倍偿还。窗外有车驶过，车灯的光扫过他的脸，照亮了他眼底那一闪而过的痛苦。我忽然明白，他和我一样，都被顾衍毁了人生，都被仇恨烧灼了灵魂，都在这条复仇的路上踽踽独行。
合作愉快。我伸出手。合作愉快。他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掌宽厚而温热，带着薄薄的茧。我们相视一眼，在彼此眼中看到了同样的决绝。出了咖啡店，我拦下一辆车，去北山公墓。司机是个话多的中年男人，一路上说个不停，说海城的天气，说最近的鱼价，说他女儿考上了大学。我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，心思却早就飞到了别处。车子驶过跨海大桥，蔚蓝的海面在阳光下闪着光，海鸥在桥栏上起起落落，偶尔发出几声鸣叫。姑娘，去公墓看亲人啊？司机问。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。司机叹了口气，我老母亲去年走的，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她。我没有接话。车子在公墓门口停下，我付了车费，走进墓园。父亲的墓在半山腰，面朝大海，这是他生前选的位置，他说他喜欢看海。墓碑上，父亲的照片已经有些褪色，他穿着那件我熟悉的深蓝色中山装，笑容温和，眼神慈祥。爸，我蹲下身，将一束白菊放在墓前，我来看你了。海风吹过，松涛阵阵。对不起，这么久才来。我轻轻擦拭墓碑上的灰尘，因为我不敢面对你已经离开的事实，也不敢面对你可能不是正常死亡的可能。但现在我来了。爸，我会查清楚真相。如果你真的是被人害死的，我一定会让那个人付出代价，不管他是谁。我在墓前坐了很久，说了很多话，说我这些年的委屈，说顾衍的真面目，说我在宴会上的反击，说我未来的计划。太阳西斜的时候，我才站起身。爸，我要走了。我最后看了一眼墓碑上的照片，下次再来看你。转身的瞬间，我看见山脚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，车旁站着一个男人，正仰头看着我。距离太远，看不清面容，但那个身形是顾衍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山下的男人朝我挥了挥手，然后上了车。黑色轿车缓缓驶离，我站在原地，后背全是冷汗。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他跟踪我？还是……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陆晨舟的号码。顾衍在海城。我开门见山。电话那头的陆晨舟沉默了2秒。我知道，他昨天晚上就到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也是刚查到。陆晨舟说，他动用了顾家的私人飞机，飞得很低调。我的人查到他入住了希尔顿的总统套房。他带了多少人？加上保镖，大概5、6个。还有谁？苏婉。陆晨舟说，他也在。我的手指收紧了。他不是应该在医院吗？出院了。陆晨舟冷笑一声，这位苏小姐的命还真硬，洗了个胃就活蹦乱跳了。他们来海城做什么？你觉得呢？陆晨舟反问。当然是来找你。林小姐，你现在很危险。顾衍那条疯狗被逼急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知道。我建议你换个地方住。我在海城还有一处安全屋，地址我发给你。不用。我说，我不会躲。林小姐。陆先生。我打断他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我和顾衍之间终究要做一个了断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好吧。陆晨舟叹了口气，那你小心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。挂了电话，我走下石阶。夕阳的余晖洒在海面上，像碎了一地的金子。我走出墓园，拦了一辆车，报了一个地址。那是顾衍住的酒店。希尔顿酒店的大堂金碧辉煌，水晶吊灯折射出璀璨的光芒，光洁的大理石地面能映出人影。我走进大堂的时候，前台小姐露出职业的微笑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找顾衍先生。我说，请告诉他，林清欢在楼下等他。前台小姐拨了内线电话，低声说了几句，
然后抬起头，表情有些微妙。顾先生说，请您去咖啡厅稍等，他马上下来。谢谢。我转身走向咖啡厅，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窗外是海城的夜景，霓虹闪烁，车水马龙。室内播放着舒缓的爵士乐，空气中飘着咖啡的香气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。只有我知道，这平静之下是怎样的暗流涌动。等了大约10分钟，顾衍来了。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依旧是那副商界精英的模样，只是眼底的青涩和微微凌乱的领带暴露了他的疲惫。清欢，他在我对面坐下，声音沙哑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我不是来见你的。我端起咖啡，轻轻抿了一口，我是来谈离婚的。顾衍的嘴角抽搐了一下。你还在生气？生气？我忍不住笑了。顾衍，你觉得我只是在生气？我知道我错了。他轻身向前，眼神急切。清欢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怎样？我放下咖啡杯，会把苏婉送走，会重新对我好，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顾衍张了张嘴，没有说话。顾衍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看着他，一字一顿，我们之间从来就不是苏婉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我可以改。我打断他，你改得了你骨子里的自私和贪婪吗？你改得了你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本性吗？顾衍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我没有。你有。我冷冷地说，你不仅对我是这样，对我父亲也是。提到父亲，顾衍的瞳孔猛地收缩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应该很清楚。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，放在桌上。那是陆晨舟给我的那张，顾衍和周建国在私人会所见面的照片。顾衍盯着那张照片，脸色一点一点变白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我怎么会有？不重要。我说，重要的是，你通过周建国洗了多少钱？你贿赂了多少官员？还有，我父亲去世那天，你送的那盒保健品，里面到底掺了什么？最后一个问题问出口的时候，顾衍的脸彻底失去了血色。他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向后倒去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咖啡厅里的人都看了过来。清欢，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。我也站起身。顾衍，离婚协议我明天会让人送过来，签了它，我们好聚好散。如果不签呢？那就法庭上见。我拿起包向外走去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委托律师对我父亲的遗体进行开棺验尸。你敢？顾衍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力气大得惊人。林清欢，你不要逼我。逼你？我回头看他，一字一字地说，顾衍，是你逼我，是你一步一步把我逼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大步走出咖啡厅。身后传来顾衍压抑着怒火的声音，林清欢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没有回头。走出酒店，夜风吹来，我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。不是害怕，是愤怒。顾衍的表情，他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我父亲的死真的和他有关。我拦下一辆出租车，报了一个地址。那是父亲在海城的老友赵叔叔的家。赵叔叔是父亲生前的挚友，两人年轻时一起创业，后来各自有了自己的事业。父亲去世后，赵叔叔曾经来看过我几次，但我当时沉浸在悲痛和顾衍的关怀中，并没有和他深谈。现在想来，他当时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一定是有话想对我说。车子在一栋老式别墅前停下，我按了门铃，等了很久，门才打开。开门的是赵叔叔本人，他比3年前老了很多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有些佝偻。清欢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惊喜的表情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。我跟着他走进客厅。客厅的陈设很简单，墙上挂着几幅字画，茶几上摆着一盘没下完的围棋。赵叔叔，我开门见山，我今天来是想问您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父亲去世那天，您见过他吗？
赵叔叔倒茶的手顿了一下，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因为我觉得我父亲的死有蹊跷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赵叔叔，请您告诉我真相。客厅里安静极了，只有墙上的老钟在滴答滴答的走。赵叔叔放下茶壶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我等你来问这个问题，等了3年了。我的心一紧。您果然知道什么？坐。赵叔叔指了指沙发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我坐下来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握得很紧。你父亲去世那天下午，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赵叔叔缓缓开口，他的语气很急，说他发现了一些事，关于顾衍的事。什么事？他没有细说，只说顾衍背着他和周建国那些人搞在一起，而且数额很大。赵叔叔的眼神变得凝重，你父亲说他要去和顾衍当面对质，如果顾衍不回头，他就取消顾氏集团的所有合作，让顾衍身败名裂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然后呢？然后你父亲说了一句话。赵叔叔闭上眼睛，像是回忆让他很痛苦。他说，老赵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，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清欢。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他预感到自己会出事。我当时以为他在说气话。赵叔叔的声音哽咽了，我劝他冷静，说顾衍毕竟是他的女婿，不会真的怎么样。可你父亲说什么？他说，顾衍这个人，我看走眼了。客厅里再次陷入沉默。我擦去眼泪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。赵叔叔，我父亲去世后，您为什么没有报警？我报过。赵叔叔苦笑，我去派出所报案，说老林的死有疑点。可警察说，尸检报告显示是心脏病突发，没有任何他杀迹象。他们还让我不要闹事。顾家打过招呼了？显而易见。赵叔叔说，顾家的人脉不是我能抗衡的。而且当时你那么依赖顾衍，我如果说了什么，你会相信吗？我沉默了。是的，当时的我不会相信。那时的我把顾衍当成唯一的依靠，对他言听计从。赵叔叔，对不起。我低声说，我当时太蠢了。不怪你。赵叔叔拍拍我的肩，顾衍这个人太会演戏了。不光是你，你父亲也被他骗了。他从茶几下面拿出一本相册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。这是你父亲去世前1周，我们下棋时拍的。照片上，父亲和赵叔叔坐在棋盘前，两人都笑得很开心。父亲的脸色红润，精神很好，完全不像是将死之人。他当时身体很好。赵叔叔说，心脏病药也按时吃，还跟我说要戒烟。这样的人怎么会突然发病？我将照片小心地收进包里。赵叔叔，如果有一天需要您出庭作证，您愿意吗？愿意。赵叔叔没有犹豫，我等这一天等了3年了。从赵叔叔家出来已经是深夜。我站在路灯下，仰头看着满天的星星。爸，你在天上看着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顾衍付出代价。回到公寓，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所有的证据。陆晨舟给的洗钱记录、行贿证据，赵叔叔的证词，父亲的病历，还有，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几根头发。那是刚才在咖啡厅，顾衍抓住我手腕的时候，我从他衣服上扯下来的。我需要做 DNA 比对，不是和我的，而是和苏婉的。半年前，我在顾衍的书房里发现过一份亲子鉴定报告。报告显示，苏婉肚子里曾经有过一个孩子，而孩子的生物学父亲是顾衍。那份报告的时间是在我和顾衍结婚半年后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，顾衍和苏婉一直保持着关系，甚至还怀过孩子。我需要更多的证据，需要证明顾衍的重婚行为，需要证明他对我父亲所做的一切。手机响了，是陆晨舟。林小姐，有新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我刚得到消息，顾衍雇了一批人，正在到处找你。
他已经知道你住在哪里了。我的心一沉。还有，我查到你父亲去世当天的监控记录。下午3点，顾衍离开你父亲的书房，神色慌张。他走之后，有一个戴帽子的男人进了你家。10分钟后，那个男人出来，手里多了一个塑料袋。那个男人是谁？看不清脸，但我追踪了监控，发现他去了顾氏集团名下的一处仓库。地址发给我。林小姐，陆晨舟的声音变得严肃，那里是顾衍的地盘，你去太危险了。我必须去。我说，那里可能有我父亲被害的直接证据。那我陪你去。不用。我拒绝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林小姐，陆晨舟叹了口气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倔呢？我笑了一下，可能随我爸爸。挂了电话，我开始做准备工作。从行李箱的夹层里，我拿出一把折叠刀，这是父亲留给我的，刀刃锋利，刀柄上刻着一朵栀子花。又从衣柜里拿出一套黑色的运动服，一双软底鞋，一顶棒球帽。换好衣服，我将刀子装进口袋，对着镜子看了看。镜子里的人眼神冷硬，姿态决绝，不再是那个温柔贤惠的林清欢，而是一个为复仇而生的战士。仓库区在海城的远郊，紧邻货运码头。白天这里车来车往，夜晚却是一片死寂。我按照陆晨舟给的地址找到了那间仓库。仓库的卷帘门关着，旁边有一扇小门，门上的锁已经锈迹斑斑。我捡起一根铁丝，捅进锁孔。开锁这门手艺是这半年学的。人为了活命，什么都得会。锁开了，我轻轻推开门。仓库里很暗，只有高处的窗户透进几缕月光，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机油的味道，呛得人想咳嗽。我打开手电筒，在仓库里搜寻，到处堆着木箱和货架，上面落满了灰，看起来很久没人来过。但陆晨舟说，那个戴帽子的男人来过这里。他在找什么？或者说，顾衍让他藏了什么？手电筒的光扫过墙角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一个铁皮柜子。柜子很旧，但上面的锁却是新的。我走过去，用铁丝再次捅开了锁。柜子里只有一个文件袋。打开文件袋，里面是几张照片和一份手写的信件。照片上是父亲和那个戴帽子的男人，他们在一间办公室门口，父亲正把一叠文件递给那个男人。照片的背面写着日期，正是父亲去世的前一天。而那份手写信，字迹潦草却有力，我一眼就认出那是父亲的字。老赵，见字如面。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不要报警，不要声张，立刻把这封信和照片交给清欢。我在顾衍的公司里安插了一个人，他帮我搜集了顾衍洗钱、行贿的所有证据。证据一式2份，一份在我书房的暗格里，另一份在。让清欢去老宅，他知道在哪里。清欢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记住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不要心软，替我报仇。绝笔。我的眼泪滴在信纸上，晕开了墨迹。父亲早就知道，他早就知道自己会死。他拼尽最后的力气，为我留下了复仇的武器。我将信和照片小心地收好，准备离开仓库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汽车引擎声。我立刻关掉手电筒，躲到一个货架后面。卷帘门被拉起，刺眼的光涌进来。他应该在这里。一个男人的声音，监控显示他往这边来了。是顾衍的声音。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给我搜。脚步声在仓库里响起，至少有4、5个人。我躲在货架后面，屏住呼吸。手电筒的光柱在货架间扫来扫去，几次差点照到我。顾总，这里有个柜子。有人喊道。脚步声向那边集中。锁被撬开了。顾衍的声音变得阴冷，他来过。继续搜。他一定还在这里。光柱再次扫过来。我知道，躲不住了。父亲的话在耳边响起。
清欢，不管面对什么，都不要怕，怕了，你就输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从货架后面走出来。不用找了。所有的光柱都集中到我身上。顾衍站在仓库中央，身后跟着5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。他的表情在车灯的映照下显得扭曲而狰狞。林清欢，他一步步向我走来，你真的很会给我找麻烦。过奖。我把手插进口袋，握住了那把折叠刀，比起你给我找的麻烦，这不算什么。把东西交出来。顾衍伸出手，你父亲的信，还有那些照片。你怎么知道是信和照片？我盯着他，看来你很清楚我父亲留下了什么。顾衍的表情一滞，随即变得更加狰狞。不要跟我耍花样。那个戴帽子的男人是谁？我问道，他是不是帮你下毒的人？顾衍没有回答，但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你知道吗？我继续说，我父亲临死前给我留了一封信，他在信里说，不要心软，替他报仇。你以为你能报仇？顾衍冷笑，林清欢，你太天真了。你看看你周围。他的手下一起向前迈了一步。在这个地方，我就算杀了你，也没人知道。顾衍说，就像你父亲一样。我父亲果然是你杀的。是又怎样？顾衍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解脱般的疯狂，那个老东西发现了我的事，威胁要毁了我。我能怎么办？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不可能回头。所以你就杀了他。我给他机会了。顾衍吼道，我跪下来求他看在你是我妻子的份上，放我一马。可他说，正因为你是我的妻子，他才不能纵容我犯罪。他说，要我自首，要我毁了自己。顾衍的脸扭曲得不像人样。你知道自首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这辈子都完了。顾氏集团完了。我辛苦打拼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。所以你就下毒。只是一点点。顾衍的声音低下来，带着一种神经质的颤抖，只是一点点能诱发心脏病的药。那个老头子本来就有心脏病，谁也不会怀疑。就像你在我的养生茶里下药一样。我冷冷地说，永远都是一点点。一点点损害我的子宫，让我终生不孕。一点点让我自然死亡，没人会怀疑。顾衍没有说话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活。我说，你娶我只是为了我父亲的资源。等资源到手，我父亲碍事了，就除掉他。我碍事了，就除掉我。然后呢？苏婉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顾太太了。苏婉。顾衍忽然笑了，笑声很刺耳。你以为苏婉算什么？她和你一样，只是个工具。我的心一沉。你说什么？苏婉也好，你也好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顾衍的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。我要的是顾氏集团，是金钱，是权力。女人只是附属品。可你和苏婉在一起3年，因为她是周建国的侄女。顾衍说，我需要周建国的地下钱庄帮我洗钱。娶不到他的侄女，就只能先让他做情人，等时机成熟，再让他取代你。原来如此。原来苏婉也不过是他棋局中的一颗棋子。你以为苏婉知道这些吗？我忽然问道。顾衍的笑容僵住了。他当然不知道。他以为你爱他。那又怎样？不怎样。我慢慢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只是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直播出去了。顾衍的脸色瞬间惨白。你说什么？我举起手机，屏幕上是直播界面，观看人数37000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飞速攀升，弹幕像疯了一样滚动。卧槽，这是谋杀！报警了，报警了！顾衍完了，证据确凿，看你怎么洗！顾衍冲上来要抢手机，我闪身躲开，同时按下了发送键。刚才的直播录像已经自动备份到3个云端服务器，同时发送给了警方、检察院和10几家媒体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顾衍，你完了。
顾衍的眼中满是血丝，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魄。抓住他！他嘶吼道，给我抓住他！手下们刚要行动，外面传来了警笛声，由远及近，越来越响。顾总！有人惊慌地喊道，警察来了！顾衍呆立当场。我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毁了我人生的男人，一字一句地说，顾衍，你还记得吗？3年前你送我那只杯子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你说这只杯子会陪我一辈子。你说对了，它确实会陪我一辈子，陪我记一辈子。记得我被你欺骗的每一天，记得我父亲是怎么死的，记得你今天是怎么完蛋的。警笛声在仓库外停下，杂乱的脚步声响起。我转身向仓库外走去，身后传来顾衍歇斯底里的吼声，林清欢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我没有回头。仓库外面10几辆警车停在那里，红蓝相间的警灯不停闪烁。一个穿着警服的中年男人走过来，林清欢女士吗？是我。您提供的证据我们已经收到，顾衍涉嫌故意杀人、洗钱、行贿，我们将依法对其进行逮捕。谢谢。另外，您父亲的案子我们会重新调查。我点点头，眼眶忽然有些湿润。爸，你看到了吗？女儿做到了。1个月后，海城的秋天来得格外早，海风里已经带上了凉意。我站在父亲的墓前，将一束白菊放在碑前。爸，案子判了。顾衍犯故意杀人罪、洗钱罪、行贿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。苏婉犯故意杀人未遂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那些帮凶也都判了，您可以安息了。海风吹过，松涛阵阵。我蹲下身，轻轻擦拭墓碑上的照片。爸，我要走了，去国外开始新的生活。这一次我会好好过，您不用担心我。身后有脚步声响起，我转过头，是陆晨舟。他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风衣，手里捧着一束白菊。我来看看伯父，他说。我将菊花放在墓碑前，鞠了一躬。林小姐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叫我的名字吧。我说，清欢。陆晨舟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清欢。以后可以给我打电话吗？海风吹起他的衣角，吹乱他的头发。这个一向沉稳的男人，此刻竟然有些紧张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很轻松。好啊。我转过身，向山下走去，不过你要先请我喝杯咖啡。陆晨舟跟上来，和我并肩而行。没问题。我知道一家咖啡馆，海景特别好。又是上岛咖啡。这次换一家。他笑了，保证不一样。我们走出墓园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暖的。远处的海面波光粼粼，海鸥在空中盘旋。我回头，最后看了一眼半山腰的墓碑。爸，再见。女儿会好好的。一定。